大家好，我老肉。今天咱来说一种特别应景的动物，就是龙鱼。以龙为名的鱼，长得也喜庆，而且还带个年年有余的意思。龙年春节，不说他说谁是吧？那么龙鱼在华语圈地位非常特殊，它被认为是一种风水鱼，能带来好运气。这大过年的，好多人喜欢买个彩票抽个奖之类的，最需要的就是运气。所以也希望龙鱼这期能给大家带来点好运。看完节目之后去买个彩票，回头中了奖的话，记得回来留言分享一下等你们的好消息。那么龙鱼能带来好运的说法呢，当然是因为它的长相，说它长得有点像龙，身体是长条形的，鳞片特别大，嘴上还有2根须子，然后尾巴那块呢，背鳍、臀鳍、尾鳍挨得很近，连在一起，像是龙的尾巴。再加上游泳姿势呢，也是摆来摆去的，被认为有龙的神韵，所以很招人喜欢。尤其好多做生意的老板特别讲究这个。办公室里弄个鱼缸，养条龙鱼，这就算沾上龙气了，象征着生意兴隆，能提升财运，有这么个寓意。那么既然是老板们喜欢的东西呢，那价格肯定是低不了，是吧？尤其是品相好的、比较稀有的品种卖到几千上万美元是常有的事儿。曾经最贵的一条是09年，据说卖出了30万美元。好家伙，一条鱼顶一套房了，就很离谱。不过同时呢，也有些龙鱼就便宜很多，几十美元一条，平民价位的也有，普通爱好者也养得起。所以到底有哪些因素让龙鱼价格差这么多呢？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另外，龙鱼除了观赏之外在野生环境当中，作为一种动物，一种能长到1米多长的巨大的鱼类，它们都有哪些习性生存状态怎么样，也很值得了解一下。所以这期咱就来深挖一下能给大家带来好运的龙鱼。那么世界上被叫做龙鱼的动物呢，一共有7种，全都是淡水鱼。在生物学分类里面，它们属于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骨舌鱼目的骨舌鱼科。为什么叫骨舌鱼呢？是因为它们嘴里有条明显的舌头，骨质的，所以叫骨舌鱼。那么这骨舌鱼科有个家伙名气很大，可能有观众听过，就是南美洲亚马逊河的巨骨舌鱼。这货最大能有4米多长，200多公斤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，非常生猛。不过通常来说呢，没人管它叫龙鱼，所以这期咱就不展开说了，以后可以单独来一期。那么除了巨骨舌鱼之外呢，骨舌鱼科的其他7种鱼都被叫做龙鱼，对应的英文是 Arowana。然后根据产地呢，东南亚有2种是亚洲龙鱼和图腾龙鱼，澳洲有2种是珍珠龙鱼和星点龙鱼，南美也有2种叫银龙鱼和黑龙鱼，再加上非洲有一种叫非洲龙鱼，一共这7种。然后这7种龙鱼呢，水族市场比较常见的主要有2种，分别是亚洲龙鱼和银龙鱼。银龙鱼就是南美那种，不过实际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龙鱼或者说正宗的龙鱼，指的就是亚洲龙鱼。当初龙鱼热就是从亚洲龙鱼兴起来的。不过后来呢，野生的亚洲龙鱼越来越少，价格越来越高，所以水族市场才把南美的银龙鱼给引了进来，卖的也便宜一点，作为亚洲龙鱼的低端替代品，属于是入门级的龙鱼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到底能在水族市场呼风唤雨的还得是亚洲龙鱼。不过亚洲龙鱼呢，又细分了很多品种、很多等级，品相好的和品相一般的价格也能相差上千倍。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讲究呢？咱接着往下说。说亚洲龙鱼还有个名字叫美丽硬骨舌鱼你听这名字就很自恋是吧？不过人家还真当得起这个名字。然后亚洲龙鱼的颜色呢，主要有3个色系，分别是金龙鱼、红龙鱼和青龙鱼。其中青龙因为颜色比较平庸没金龙和红龙那么华丽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所以没有太多讲究，咱就不细说了，主要还是说金龙和红龙。那么金龙鱼主要看什么呢？主要看它的含金量，看它身上的金色覆盖的范围有多大。因为它们有个特点就是越往上越靠近后背的地方，金色就越不容易着色，看起来像是没有鱼鳞秃了一样，这卖相就差了一些是吧？所以那些连后背上都有金色鳞片的，整个铺满的金龙，那就是极品了，这种叫过背金龙，特别漂亮。然后如果它头上的金色占比也很高的话，就可以叫金头过背，全身大大小小的鳞片，包括后3鳍的珠鳞全都亮起来，这就厉害了，属于是极品中的极品，最顶级的金龙。那么大多数过不了背的金龙呢，就得看它秃了多少了，秃的越少，当然品相就越好，
从好到差分别有 B 级过贝、高贝和宝石这么几个级别，价格也相应的越来越便宜。金龙鱼的话，大概这么看就可以。那么说完了金龙咱再说红龙。红龙这边呢就简单很多，你就看它整体有多红就可以了，越红越好。最好鳞片鱼鳍还有鳃盖全都是红的，那就是极品了。按红的程度可以分为辣椒红、血红和橙红。然后再一个呢，你还可以看一下鳞片。其实龙鱼的颜色不管是红龙还是金龙，它都是从鳞片的边缘开始发色，会形成一个弧形的边框。所以这就有一个粗框和细框的区分。那么对于红龙来说呢，这框一般是越粗越好，因为红的面积越大，甚至整片鳞都发色的话，那当然效果就越好，是吧？整体就会显得越红。不过对于金龙来说呢，就不太一样，你还要看它鳞片的底色。有些金龙它底色是紫色或者蓝色的，这种配上细框呢，效果就特别好，显得非常雍容华贵，很招人喜欢。当然这事也不一定，有人就觉得金色越多越好，那就得是粗框的。整条鱼都是金色的，照样也是极品，全看个人喜好，只要看对了眼，怎么都行。那么金龙、红龙都说了，其实亚洲龙鱼还有个变种，就是白化龙，全身白的龙鱼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其实也分两种，一种眼睛发红色，叫红眼白紫，这玩意儿非常非常稀有，所以价格也高得离谱。传说卖了30万刀那条就是条这个。然后另外一种白龙呢，其实不能叫白化，因为它们眼睛是黑色的，这种相对来说就多一些。一般市场上的白龙基本都是这种。好了，看了这么多龙鱼感觉哪种都不错，是吧？不过最终呢，还是得落在钱包上。那些极品龙鱼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所以你要不是发烧友的话我觉得咱通过这期的画面过眼瘾，沾点运气也就可以了。那么说龙鱼的发烧友们到底有多看重龙鱼呢？有个事儿特别说明问题，就是市场上已经有给龙鱼整容的服务了，就这么离谱。有人说一条鱼有什么容好整呢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比如一个特别常见的整容项目，就是给眼睛整容，当然不是拉双眼皮龙鱼这边呢做的是眼球矫正术。说有些龙鱼眼睛上面鼓得很厉害，眼球往下翻耷拉着显得不精神，这个就可以通过整容来修复。具体怎么弄呢？说整容师会先用镇静剂给龙鱼来个全麻，防止它乱动，然后在眼球后面割一道口子，把眼球翻出来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白色的什么东西，这些东西全都是脂肪，喂太多营养过剩了，就会在这儿堆积脂肪，用镊子把它们清除掉，鱼眼就复位了，这就是眼球矫正术。然后还有个常见的项目呢，是扩鱼鳍。因为对于龙鱼来说它的鱼鳍越大就显得越有气势，所以有些爱好者就想自家的龙鱼的鱼鳍更大一点。那么这个事儿竟然也可以整，而且看起来很简单。整容师就用根针顺着鳍条一根一根把它划开就完事了，前前后后的鱼鳍都给它划一遍。说过段时间它自己愈合之后呢，这鱼鳍就变大了，是这么个操作。然后还有些发烧友呢，追求的还要更细一点，说有个别的鱼鳞看起来不是很完美，所以整容师就会把这些不太规则的有缺口的鱼鳞给它拔掉，说日后还会长出新的来。新长出来的鱼鳞呢，一般就完美了，也有这么个美容项目。总之来说很多发烧友对自己的龙鱼都看得非常非常重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才提到了，就是运势。好多人会觉得龙鱼状态不好的话，那自己的运势也不会好，所以才想方设法的想让自己的龙鱼更完美一点。只不过这么一来呢，负责带来好运的龙鱼们反倒是吃了不少苦头。说龙鱼的体型最大能长到1米以上，而且是标准的肉食性鱼类，所以在野生环境里面呢，它们是一群非常生猛的捕食者，特别有攻击性，主要捕食各种鱼虾昆虫之类的。然后因为鱼鳍比较大尤其是背鳍、臀鳍和尾鳍可以产生很大的推力，所以龙鱼的游动速度和爆发力都很强。比如南美的龙鱼就有个名场面，它竟然能直接跃出水面吃到树枝上的昆虫，就这么彪悍。而且它那个腾空高度感觉得有1米多高，从水里窜出来还真有点龙的意思，看起来特别震撼。所以这让我想起谁呢？就是之前说过的真参，腾空吃海鸟那位，也是个运动能力特别炸裂的家伙，游起来跟鱼雷似的，能腾空捕猎的那肯定都是狠角色，是吧？那么至于亚洲龙鱼呢，很遗憾野生亚洲龙鱼的画面非常非常少。一个是之前过度捕捞，野外本来也就难得一见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
说亚洲龙鱼啊，喜欢生活在一些流速很慢的、比较浑浊的河里，所以很难观察到。拍到捕猎的画面呢，就更不可能了，可以说非常神秘。不过呢，通过一些圈养龙鱼的视频啊，大家也能感受到它们捕猎有多凶猛。比如有人就搞了各种猎物，让一条金龙鱼来挑战。你像是20厘米的大蜈蚣啊，还有蜥蜴啊，还有小白鼠等等，都是活的扔到鱼缸里，感觉金龙鱼毫无压力的就把它们给吞掉了。可以想象它们在野外的捕猎能力肯定是非常强的。不过你捕猎能力再强啊，一旦被商业捕捞给盯上了，那基本就完蛋了。说亚洲龙鱼以前啊，只不过是东南亚的一种普通鱼类而已，而且据说味道很一般，当地人都不怎么稀罕它们。后来呢，也是倒了霉了，阴差阳错的成了观赏鱼了。接着就是没有限制的捕捞，大量出口，没几年就搞成了濒危物种，好多地方都见不到了。好在1975年的时候，华盛顿公约限制了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，把亚洲龙鱼列入了附录1里面，也就是最高的限制等级，基本就是禁止交易，不让买卖了。可是这时候呢，水族市场的需求已经培养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这就得说说亚洲龙鱼的人工养殖了。说龙鱼繁殖啊，有个特点，跟咱之前说过的雌鲷一样，就是卵受精之后啊，它们会把卵吞到嘴里，让卵在嘴里孵化，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对后代的照顾呢，真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非常细致。不过不一样在哪呢？就是雌鲷是雌鱼含着，龙鱼是雄鱼含着，这个不一样。然后说雄龙鱼含了卵之后啊，它就不能吃饭了，一直就那么饿着，直到小鱼孵出来，能自己游泳了才给吐出来。那么要饿多久呢？大约得50天左右。这么长时间不吃饭啊，有时候雄鱼损耗太大就容易死掉，而且小鱼的折损率也比较高，有这么个问题。所以人工养殖的龙鱼呢，就想了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工作人员会算好时间啊，不等雄鱼自己张嘴，提前就逮住它，扒开嘴，把刚孵出来没多久的还带着卵黄囊的小鱼给倒出来，然后再把它们放进一个特制的容器里。这个容器啊，就接替雄鱼后面的工作了。而且在这里面呢，你会看到水流一直在转动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在让卵黄囊动起来，因为它们要是不动啊，里面的卵黄就会凝固，小鱼就吸收不进去营养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也就是说啊，雄鱼含化的时候啊也一样，不能吃饭也就算了，它们还得不断的用舌头嚼着点，防止卵黄凝固掉。这几十天搞下来，想想都累啊，是吧？绝对属于是模范夫妻。那么等卵黄囊吸收的差不多了，小鱼可以自己游了，它们就会被转移到普通鱼缸里喂养。然后再等到3个月大，差不多10几厘米长的时候，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，什么呢？就是在它们体内植入芯片。这个芯片啊是 CITES 认证过的，每一条人工养殖的亚洲龙鱼啊，都得用这个标记了身份才能合法交易，这样来防止偷猎的野生龙鱼流入市场。所以假如你要买龙鱼的话呢，也应该让老板拿设备扫一下，确定它是合法来源再买，这个千万别忘了。好了，那么这期的内容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些了。10几分钟看了这么多龙鱼啊，各位今年的运势那肯定是差不了了。回头买彩票啊、抽奖啊中了的话，记得回来留个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